现在我们开始上课。今天的课呢，因为上次的这些修法，我们都讲完了，然后今天就讲一讲，什么叫做佛法，也就是什么是佛法，或者是什么叫做佛教，就讲一讲这个题目。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还有很多人还不知道真正的佛法是什么，佛教的佛法的定义是什么那这个佛法含义的范围是什么？这些都很多人都不懂，那我们这里的肯定很多人都懂，但是也许有人不懂，所以我们有必要简单的说一下，简单的讲一讲这个题目。那什么叫做佛法呢？第一个我们就说什么是不是佛法？首先从这个角度来说，然后再讲什么是佛法。那第一个什么不是佛法呢？第一个佛法有些人认为这个佛法是一个信仰，但是这个佛法里面当然有信仰佛法里面需要有信仰，有信心信仰也就是信心，但是佛法如果说佛法是一个信仰这样子的话，这个说法就太简单，肯定不是这样子。因为佛法里面是需要信心的，但是信心是佛法里面有很多很多观念的其中之一，所以佛法也不能说佛法是信仰也不能说信仰是佛法。那为什么呢？信仰也有很多种有很多种，这些都不能说是佛法那佛法也不能说是信仰。所以就这个只能说佛法里面需要信仰，但是这个信仰呢，它的意思就是信任，需要有信任这样子。这个除了佛法以外，什么都要学。现在也就提倡，就是要信息，要相信科学，这个更是一回事。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不相信科学技术科技的话，根本不相信的话，这个人永远都不能坐飞机了，因为他不相信呢，他不相信坐这个飞机可以到达另外一个地方，他不敢坐了。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人就永远都不能坐飞机，因为他相信科技，相信这个飞机可以到达目的地，所以他乘飞机然后呢，他可以到达目的地，就是这样子。这个世间的每一个东西，做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信心的。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他根本就不会去做所以佛教里面的这个信心也就是这样子而已，其他没有什么。所以佛教不光是一个信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佛教是不是哲学呢？佛教不是哲学，为什么这样子说呢？那个哲学有西哲和这个中国哲学等等的，但是无论是西方的哲学也好中国的那些古老的那些哲学也好它这些哲学里面就它的有些思想跟佛教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任何一个哲学都没有讲到那个佛教那么深，那个层次完全就不一样所以这个佛教也不是一个哲学那佛教是不是科学呢？佛教也不是科学，佛教里面的有些观点跟这个科学是有很多地方相同的地方但是这个是这两个学科相同而已，也不是佛教也不是科学。那佛教是不是这个唯心主义呢？这不是，佛教不是唯心主义，
就是说宗教是唯心主义有这样子的说法，但是这是说的就是西方宗教。西方哲学多数的西方哲学家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们把西方的那些宗教也就归纳为这个唯心主义，但是佛教跟他们的宗教是完全是两回事，所以佛教不是唯心主义。佛教就可以说这个佛教里面有4种宗派为那个一切有部和经部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这2个宗派呢根本没有那个唯心的意思。另外就是大乘的这个唯识宗和这个中观那其中中观呢就根本没有这个唯心的意思。另外剩下来的就是唯识宗唯识宗它有好几种宗派，其中一个里面讲的部分的观点就是一个小部分跟这个唯心主义里面讲的有个部分，这2个也不是完全，就是不是整体，就是一个部分的观点有点相同，有一点相同。比如说那个英国纪念唯心主义，那个是贝克莱的那个唯心主义，和罗素的，我看到一本他写的这个实在与现象这本书里面讲的比较深，我看到那个里面唯物主义跟他们的辩论，但是这个都有点难了。他们2个的那个他们2个辩论了，就相互之间都说了很多很多，但是那个要真正的驳倒他们的这个观点是有点难的。就是这一部分跟这个那个唯识宗的，比如说我们唯识宗里面呢也讲境由心生，法由心造等等的这个词这些都有点点相同，但是这个唯心主义它根本达不到我们的这个唯识宗里面讲的那个境由心生，法由心造的那种深度，绝对达不到。这是所以除了这个以外呢，就很多这些除了这个以外呢，那个哲学里面跟这个佛教那唯心主义的哲学跟佛教是不一样，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但是刚才讲的那个就是有一个部分的观点稍稍相同，但是有个部分的这个相似的地方呢，唯物主义跟佛教也有这样相同的地方其他的比如说基督教还有这个其他宗派的观点里面呢，也有一些这样子的这个跟佛教相同的地方。古老的那些印度宗教里面呢更多，就跟这个佛教有些地方名词相同的地方有些地方不仅是名词，而且连它的内容都有些相同的地方，但是这个叫做相同相似而已，这个不能说这是佛教是唯心主义，也不能说唯心主义是佛教从这个从根本上就是两回事如果在再宏观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当然就不一样了，就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一个小部分上面呢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但是这个也是相似而已实际上不是所以宗教是唯心主义的那种说法，就是西方的一种从西方传来的一种这样子的观点西方的确也是这样子他们认为他们的宗教是这个唯心主义但是我们佛教不是，我们就是举一个例子很简单入中论月称菩萨的入中论是这个代表那个大乘佛法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经典。那这个里面就讲，他就这里面讲从世俗谛的角度来说有物质也有精神两个都是存在的从圣义谛的角度来说既无那个物质又无精神，这两个都是存在的时候呢，这两个都同样的存在不存在的时候呢，它两个都不存在
从世俗谛的角度来说，物质、精神都存在。这个里面就不能分开啊，物质不存在呀，精神存在呀，等等的。从圣义谛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两个都是不存在的。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什么差别。比如说啊，从圣义谛的角度来说，物质是空性的，精神是不空的，没有这样子的差别，两个都是空性。然后月称菩萨又说，这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密意，释迦牟尼佛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传法的时候，在俱舍论当中啊，就讲精神和物质啊两个都讲了，然后讲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呢，精神和物质啊两个都驳倒了，两个都驳斥了，所以这里面没有什么这样子的啊，一个就驳斥一个留下一个，没有这样子的差别，这是月称菩萨的观点。然后到了这个密宗密码巴的那些密宗，比如说无垢光尊者的话，他从来都是不承认外境是心，那我们怎么讲呢？外境只能说是心的幻化，外境是心的幻化，但是外境不是心，也就那个密宗里面是这样子的观点，所以这个根本就不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的书我也看了很多了，那两个就是有天地的差别，这样子说是根本不符合，根本不符合佛教是那个唯心主义的这种说法啊。实际上我想好像没有人真正说佛教是唯心主义，只是说宗教是唯心主义啊。那西方宗教就是唯心主义，他们自己承认是唯心主义，但是他们跟我们的就是不一样的，从这个根本上就是不一样啊。所以佛教也不是唯心主义，这是第一。那佛教是不是唯物主义呢？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佛教不是唯物主义，因为佛教没有把物质放第一线，所以就是它不是唯物主义。佛教也没有把精神放在第一线，所以佛教也不是唯心主义。唯心和唯物的那个分别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精神放第一线，精神就作为第一线，或者物质作为第一线，这个叫做唯心唯物。那佛教这两个都不承认，所以佛教既不是唯心，又不是唯物，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那也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佛教也不是宗教。为什么这么说呢？从这个宗教的英文的那个翻译那个意思上面讲，可以这样子说的。这个里面就是有这个上帝的要承认上帝的意思。那西方也有些人认为佛教其实不是一个宗教，因为他不承认这个造物主。那以前我们佛教的一些高僧大德也说那个佛教不是宗教但是这个宗教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英文的那个宗教的意思里面呢，那个名词里面呢好像是有这个上帝创造那个万物的那个的成分，那意思的成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当然不是，那当然就不是这个可以说不是宗教了如果不是这样子，还没有的话，这个因为我现在还不是很透彻这个那如果没有这个意思的话，那名义上从字面上佛教可以承认是宗教，但是实际上不是宗教，为什么呢？宗教这个词就是从西方翻译过来了。那么翻译过来的话，他们的心目当中的宗教就是要承认上帝的存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其他的这些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那我们佛教里面从来都不承认，这样子的话，可以说佛教也不是宗教。那佛教这些都不是的话，那佛教到底是什么呢？佛教就是佛学。以前这个谁呀？那个虚云老和尚是不是？我有点忘了，反正就是一个汉地的高僧他们也就是佛教，他们也说佛教就是佛学。这个词用得很好，佛学为什么说是佛学呢？
因为这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一种学科，所以叫做佛学，也可以这样子说。也可以说这个学科啊，这个是那个佛法呢，就是让现在像我们这样子的凡夫人啊，通过这个学问能够到达佛的这个境界，是一个这样子的文化啊，是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啊，是一个这样子的学科，所以叫做佛学啊。这两个字用得非常好。那佛从字面上说的话啊，佛学就是佛教，就是佛学啊，前面讲的那些都不是啊，可以这么说。只是否定的角度来说啊。然后呢啊，那佛教是什么呢？我们这个佛经里面讲，佛经里面讲，也可以说佛教可以就佛教整个佛教的可以两个字来说明，就是教正这两个字。教就是所有的这些释迦牟尼佛亲口传的也好啊，或者是释迦牟尼佛加持了以后呢啊，就是被释迦牟尼加持以后呢，其他这些菩萨呀或者其他人这个传下来的也叫佛教。反正这些啊，比如说藏传佛教的话，甘珠尔啊、丹珠尔，就是这些经典和论点啊，叫做教，这叫做教。那正是什么呢？正就是个人的这个修正啊，这里面就用戒定慧啊等等啊。那这两个字可以说可以代表整个佛法啊，那个教和这个正这两个字啊，或者是我们可以说啊，整个佛法可以三个字可以代表戒定慧，就这个戒律禅定啊，还有智慧，这三个字也可以很完整的说啊那个说明很完整的表达整个的这个佛法，这三个字也可以。另外一个呢更重要的就是两个字啊，另外两个字就是智悲，就这两个字，智悲，智慧的智和大悲心的悲啊。那我们今天讲佛法就是从这两个字上面讲，其他的暂时不讲。智悲，那智和悲这两个字就可以表达所有的大乘、小乘、显宗、密宗等等所有的这个佛法的内容，就可以归纳为两个字，就是智和悲这两个字。那智悲这两个字是在这个智悲，然后就是智悲双运啊，智悲双运是整个大乘佛教的精华。那我们修行的时候也要修这个那个智悲双运啊，因为智和悲是佛教的精华啊，整个佛教的这个意义就是在这两个字里面。所以我们学佛什么叫做学佛呢？学佛也就是我们要学这两个字，学智慧，学大悲，就这两个学佛，什么叫做学佛呢？学佛就是上次我们也讲过烧香拜佛磕头念经，这些是不是学佛呢？这些属于学佛，属不属于学佛？当然是属于学佛。但是主要的不是这些。什么叫做佛呢？佛就是我们在唐卡里面看到的，就是这个金黄色的这个大座的这个佛这个不是真正的佛，这个是不了义的佛。那个大乘佛法里面讲了，佛的化身和佛的这个报身是不了义的佛，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佛。那不是真正的佛，那是什么呢？它是就度化我们凡夫人，或者是度化这个实地的菩萨，在佛的境界当中呢，就是显现出来的。因为佛要沟通跟我们凡夫人沟通的话，那就是要用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化身，就要编出一个这样子的化身出来给我们讲话，才可以沟通要不然的话，佛的这个法身我们是法身跟我们是没有办法沟通。我们每个人都
有这个具备法身，具备如来藏啊，但是这个我们还这个不明白啊，没有证悟。那要证悟这一点的话，那个法身是不会起什么作用，就需要这个化身和报身。那就让迎接我们走向解脱道的不是法身啊，是这个报身和化身。但是他们两个不是真正的佛，真正的佛是谁？真正的佛就是法身。那法身什么叫做法身呢？法身就是智悲双运，这叫做法身。法身就是智悲双运，这叫做法身。那我们学佛的话，我们要学什么呢？学佛我们要学智慧，学大悲，这叫做这个学佛。成佛什么样子叫做成佛呢？把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的贪嗔痴全部断除，然后在这个心里面本身具备的那个如来藏的大悲和这个大悲和智慧这两个显现出来了以后呢，那个就是成佛。成佛也就是这个学佛，也就这两个字没有别的。尼玛巴的这个荣生班智达，他说过，佛法里面就是最关键的永远都不能永远都不变的意义含义是这个那个智悲，就这两个，这个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间当中都这个就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是佛法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佛法，这就是佛法。其他的这些方法呢什么样的都可以，他说什么样都可以意思就是说方法，比如说净土中念佛也是一种方法，这个也是可以但是不能说除了念佛以外都不是佛法，不能这样说然后就是这个禅宗就这个坐禅打坐，这也是一种方法，这个也可以。你不念佛那个打禅禅坐，这也可以。因为我们不能说要成佛的话一定要念佛，不能这样子说。这也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就是说比如说有从戒律的角度来说，有出家的戒律，有在家的戒律那出家人就守出家的戒律，在家人就是护持在家的戒律。两个都是方法，两种方法。也不能说如果这个不守出家戒的话，在家的这个戒律就不算戒律或者是在家戒律就不能成佛呀，不能这样子说。出家的戒也就是这样的。那这些都是方法，方法怎么样都可以，都是一种方法而已。但是实际上永远都不能变的，永远都不会变化，不会有什么变化的，就是这两个字，知悲这两个。如果没有这个知和悲，那就是可以说是不是佛教，不是佛法了。其他的那些方法呢可有可没有这样子的。比如说一般的这个密宗里面呢说，就这个修七脉明点的修法。但是我们不能说七脉明点的修法才是这个成佛之道没有七脉明点的修法就不是佛法了不能这样子说。因为佛教里面有很多的方法都是方法不是这个真正的佛教的精华。佛教精华就是这两个字。这是荣生班智达，他是一个尼玛巴的那个高僧大德就他说。那他说的呢这个就是是这个无论是显宗的也好，密宗的也好，都承认的都要承认的。佛教就是这两个字这个知和悲，就这两个。除了这两个以外呢，其他的都是方法。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烧香拜佛磕头这些也是一种学佛的一种方法。那也其中这些也是一种方法。另外念佛呀打坐呀也是方法。修七脉明点呢也是一种方法在密宗里面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修法，都是方法。但是我们不能说除了这个方法以外其他都不是其他都不是佛法。如果没有这个，如果不具备这个方法的话那就其他都不是佛法，不能这样子说，都是方法。但是
任何一个方法也好，通过这种方法，如果就达不到这个修不出来这个知和被这两个字的话，那就可以说不是佛法了。那佛教今天我们讲就是这个讲的是从这两个字的角度来讲，从这两个字的角度讲的话，可以能够很完整的表达整个佛法的这个意思这样子。那有人问佛教是什么的话，那我们很简单，佛教就是知悲就这样。有人问什么是学佛呢？那答案就是很简单，就是学智慧，学大悲，那就这样的那个其他的有很多很多了，就有很多很多方法了。这个我们要讲的话都讲不完的学佛是什么？我们有说学佛是念经啊，学佛是这个磕头啊，学佛是修无加行啊，等等等，说都说不完的。但是这一句话里面呢，全部都这个包含了。学佛就是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不是什么神奇的东西，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学佛就是学智慧，学大悲。那学智慧，这个智慧又是什么呢？智慧，佛的智慧呢就佛的这个智慧当中跟世俗的一些这个智慧相同的地方也有比如说佛的比如说这个佛就是描述这个世界描述这个娑婆世界，或者是描述这个宇宙的时候呢那佛的一些有些呢就跟这个世间人的那想法不一样，有些就跟世间人的说法是一样的。然后在其他的这些很多描述很多世间的东西的时候呢，是跟世间人的想法和比较接近的也有跟这个世间人的这个想法和完全不一样的都有但是佛这样子说，每一个东西都是有一个佛自己的目的相同的地方，譬如说释迦牟尼佛就描述了这个宏观世界宏观世界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就讲了很多的那些世界不同的那些不同的那些世界呢，在从目前的我们知道的这个宇宙的从这个目前已经知道的那个宇宙里面去找释迦牟尼佛说的那些譬如说须弥山等等等等的，有些是找不到的有些是找不佛说的有些是不一样但是这个为什么这个以前我也讲过这个以前讲过，但是我们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其实像以前的话呢这个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以前的人就是他没有很多的那些他们也不懂很多宇宙的这些那个形状宇宙形成的那些过程他们也不知道佛也没有就是佛经里面讲的佛教徒很多都就不去那个更深的或者更复杂的这些描述不做这些，不进行这些思维，因为那个时候是不需要的现在的话呢就是比较需要，因为就是现在就是现代科技发现的那个宇宙跟我们的相同的地方有，不相同的地方也有，就是微观世界的角度来说所以就是有必要那这个什么原因呢？这个曾经我们讲过今天就不多说，简单的说，释迦牟尼佛当时传法的时候呢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传法的时候那个在各个地方都传，不是在一个地方传法。那个听法的那些人听众当中呢，也有这个婆罗门教的教徒呀，有外道呀等等等等天人非天非人等等都有他们每个人的这个背景都不一样那佛传法的时候他怎么传的呢？释迦牟尼佛就是一定要表达的一定要表达的，一定要说清楚的，就是前几天我们讲的那个四法印或者是三法印。
这三法印的意思呢，就无论是在任何一个地方，一定要讲清楚。这个如果不讲这三个意义的话呢，那实际上就已经失去了这个佛法的意义。我前几天也讲过啊，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佛的弟子们问啊，以后如果外道啊或者是其他人来假造这个佛经啊，说他的这是真正的佛经，真正是佛传的，那我们怎么样去辨别？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啊？这佛的正法和这个违法啊？他说这很简单，就是任何一个经典、任何一个论点、任何一个话题啊，具备就这个三法印的话，这就是可以纳入这个佛教啊。不具备或者是违背这个三法印的话，这就不是佛法啊。佛那样子讲的，所以佛一定要这个告诉这个听众那个修行人的那个听众的意义呢，就是这三个。那如果能够表达这三个意义的话，其他的就是佛就不那么在乎，其他的都不那么在乎。如果那个听众当中啊，有一些婆罗门的那些人，然后他们的宇宙观啊，跟这个实际不符合，实际上是不符合实际。但是佛就不去驳斥他们的那个宇宙观。为什么呢？因为佛需要告诉他们的不是宇宙的这些组成宇宙形成的过程，他要告诉他们的呢，就是这些四个法印，因为四个法印才让众生从这个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宇宙的形成，宇宙的这些等那些再精通也好啊，再精通，这个跟那个解脱是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佛一般他这么认为，就让他这么认为，他就不会去推翻这个，因为没有太大的必要啊。那个时候就佛在这个上面不去费很多的这个精力然后宇宙观那些呢，就把他原有的那个留下来了。在这个上面呢，佛就告诉他诸法无我呀。这个有漏皆苦呀等等的，这个就跟他讲这些，但他的那个宇宙观就保留了，佛也就这样子承认了。那有些时候呢，佛就他们的那些意义不一样，那个听众的根基不一样，那个时候呢，就佛也又去驳倒他们的一些原有的一些宇宙观也好，或者其他的观点是这样。所以就是佛的传法的方法不一样，所以佛教里面呢有一些就跟现在的宇宙和现在所发现的宇宙和不一样的原因是这个不是现在我们说出来的这个就是1000年前或者是更早的时候，很多人就提到过这个，那个时候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现在的这个宇宙观那个是很早以前，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宇宙是什么东西，只有佛说的那个就是宇宙观，其他就没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人知道现在这样子的宇宙观，所以那个时候就根本不需要做什么这样子的解释，但是那些人那个时候就知道，就这样子，那他们就是把佛的这个意义这样子的解释，实际上也就是这样。释迦牟尼佛自己也曾经讲过，佛所讲的里面呢有很多这个有矛盾的地方。他说，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就适合很多这个听众的口味就讲了很多。但是一个真理，它是一个真理呢，它永远不会变的那个是什么？那就是这个空性。三法印当中讲的那些诸行那个无常有漏皆苦，这两个也从世俗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真理，永远都不会变的。但是从圣义谛的角度来说，这两个也不是那么绝对的真理。所以绝对的真理呢，就是诸法无我，这个永远都不会有变化的。其他的这些佛的讲的那些宏观世界当中的有些跟现在人看到的那些就是有一些那个不相同的地方。但是
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宇宙观，也就是现在的人的观点而已。现在的人就是只能说，现在的人，地球人才是这样子，这样子啊，他们的那个宇宙观，或者是从我们的肉眼，或者是从我们的一些观察的仪器啊，观测出来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只能这样子说。本身我们都不，现在谁都不敢说啊，宇宙的真理只有这一个，没有别的啊。现在物理学都提出了多世界，多世界是多种世界。这个多种世界啊，其实因为它的深度不够，如果深度够，再往这个很深层次的方面能够思维的话，这个多种宇宙、多世界就是符合佛的这个多世界。比如说佛教里面怎么讲呢？六道众生啊，看一杯水，那就是有6种不同的见解。六道众生看一个世界，就有6种世界，有不同的世界，这就是多世界。但是他们的多世界有点相似而已，这个达不到这样子的深度啊。所以宏观的那个里面呢，就是有点不一样。但是是这样子的，原因是这个。另外就是在微观里面呢，前几天我们已经讲了，今天再不讲了。从经典物理学，然后这个相对论，然后最后到量子力学，一直都是就是一直都跟佛教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西方的那些学院，那个量子物理的那些创始人，他们也说我们发现这个量子物理以后呢，我们是跟这个东方佛陀的道路上面就迈了一大步。他们也这样子，是他们说的。其实也是，就是跟这个佛教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但是这些是为什么要讲这些呢？这个就跟佛的这个智慧和佛说的这个观点相同的地方，这些是相同的地方了然后呢，不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不相同的地方就是释迦牟尼，唯有释迦牟尼佛才能够说得出来的这些道理除了佛以外呢，世间的所有的这些哲学也好，科学也好，不但是原有的，就是如果这些科学哲学发展就成千上万年，也根本没有办法达到，根本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个境界，那是什么？那就是佛的境界我们讲的这个空性的境界，光明的境界就还有更深的，就是在密宗里面讲的这个诸法是佛的坦诚，本来清净，本来光明等等的，这个是永远都没有办法这个科技哲学科学哲学等这个世俗的所有的这个思维或者是逻辑都没有办法推理出来，没有办法这个世间的所有我们的那个眼耳鼻舌，再聪明的人也好，再有神通的人也好，他们是没有办法感知这个境界。这是佛的超越的地方，佛的智慧，这就是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那个简单的说，中而言之佛的智慧，我刚才讲的那个智备的这两个这个智备的这个智呢不需要讲的刚才那么复杂。智备的智是什么？我们可以直接说，就是真无空性的智慧这一句话就可以说明白，就是真无空性的智慧了。如果问那这个佛教是智备，那这个智慧是什么呢？我们不需要讲刚才那么多，就是说智慧是真无空性的智慧，真无我的智慧。那真无空性这个里面就包含了很多东西了。一个就是真无我，这就是人无我了第二个就是真无空性是中观显宗的这个空性，这就是那个一般的普通的这真无空性。第三个就是这个空性和光明空性和光明，就是这个空性和光明是空性和光明这两个词呢，就是它的意思从密宗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意思空性就是光明，光明就是空性，所以就是包括这个
大圆满的那个空心和光明都已经在这里面包含了啊。那这个空心呢，在这个世俗间，所有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人类有史以来到今天的所有的这些文献，所有的这些知识当中找不到这个空心的这个字了，只能说就是比如说一些那个外界的一些物质啊。然后就是分，最后就是我们前几天讲了那个分到这个位置，这个时候呢，它就是基本上是空的啊。但是很多人现在还不敢说空的，他们认为这个，他们还是保留一点东西，这个能量要保留下来。他说能量就是物质，如果能量都没有的话，那就是这些所有的物质就是从无中生有啊，这样子的话，大家就觉得不对。所以他们的智慧还达不到这一点，连那个仙宗的这智慧都达不到。那佛释迦牟尼佛就是把整个的这些刚才我说的那些世俗的一些就是一些微观世界当中啊，就是跟佛有点点相似但是这个还不是佛的这个还不是佛的境界。然后有一些就是七八十年前的一些中国的一些那些学者在家的呀出家的呀他们有些就是那个用那个爱因斯坦的那个质量和能量的那个转换就是原子弹的爆炸，然后就把质量就变成能量就没有了，就用这个来解释空性。但是这个解释空性是很不适合，为什么呢？这就是断简呢，这叫做断简。比如说质量就转换了能量就没有了，那刚刚有一个质量，然后现在没有了就断了，这叫做断简。实际上不是这个真正的那个空性。佛的空性呢，它不需要这样子，质量转化为能量，然后能量释放出来以后就能量就最后没有了，就是变成没有但这个它物理学它能量守恒的角度来说，本身也不承认的。如果承认的话，这个也不是佛教的空性，这不叫佛教的空性。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解释空性，不是很适合。但是从刚才我们讲这个，现在就是一个物质不是转换成什么东西了，就是它真是一个物质的时候，它又是一个空性这叫做这个佛的那个空性。但是从现在的角度来说，他们讲的还是很模糊的，他们也不敢这样子，物理学家也不敢这样子的，不敢完全这样子说。其实跟佛的这个空性是很接近了。那接近的意思呢，就是外界的一些物质上面才接近，精神上面呢，还有其他的这些空性上面呢，还有天地的差别。所以永远也达不到这个佛的智慧那世间人的智慧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呢？世间人的智慧的结果就是让人过得好一点，让人过好一点的日子，这样子。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有了科学技术以后，就觉得这个日子物质生活就是很丰富了但是有些人同时也认为这个不是物质生活丰富了，这个不是日子过得好，而且把人的这个生活就弄得更复杂一些，其他没什么。有些人就是这样子认为，其实也有道理的这个谁都说不清楚，最后怎么样也很这个利害关系谁都说不清楚的。反正世俗人的智慧的结果就是这样子。那佛的智慧的结果，这个结果是很重要。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让所有众生从这个轮回当中得到解脱这个也不是口头上说，如果自己能去修行的话，这个每一个人都可以实现，每一个人都可以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些都是佛的智慧。那这个佛的智慧呢，就超越了任何一个世间人的智慧，超越了所有的这个世间的这些学说这就是佛的智。智就是这个了。那悲呢，我们都知道悲是什么呢？悲就是大悲心，大乘佛法的精神这个中心的思想，大乘佛法的精华。
如果没有这个悲一个字失去了这个悲字的意义的话，那就是这就不是大乘佛法了，那根本就不是，从根本上就是不是大乘佛法了。如果是大乘佛法的话，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要从这个出发点都是要那个作为这个大悲心，所有都要从大悲心出发这就是大乘佛法。如果没有大悲的话，那就没有那样，那就不是那个大乘佛法。那大悲心呢，我们讲了很多了，你们也这方面看的书也看的，有些人就看的比较多那这2年前2年我们这个大悲心反反复复的这个修法呀，它的这个意义呀它的结果呀作用那它的本质呀心智这些都讲了很多了。大悲心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大悲心大悲心这样子的大悲心，在这个世俗的世间人的任何一个思想里面去找的话，根本没有办法找到佛的这个。比如说那些中国最古老的传统文化当中呢，也有一些讲这个伦理道德这方面的就比较多但是有没有真正像佛陀讲的那样子的大悲心呢？没有。然后就是西方哲学里面也讲一些这个，西方宗教，特别是西方的宗教里面也讲很多这个道德方面的慈善方面的，但是那个里面也没有这样子伟大的思想。那没有，那这些里面都没有的话，其他地方是不可能了，其他地方绝对不可能。所以真正的佛的这个自他相还呢自他平等自轻他重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思想，在我们所有的这个世间的书都拿来翻的话，我们找不到这样子的字眼。除非是模仿这个佛法，找不到这样子的这个意思，找不到这样子的修法然后就是大乘佛法的这个无自私的那个奉献无条件的那种奉献根本找不到。这就是大悲心。那大悲心我们可以从再细一点的话，可以从两个方面讲一个呢从这个世俗的角度，世俗的意思就是说就像释迦牟尼佛学学道的时候就是为了填饱一个众生的肚子，就是一个众人。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释迦牟尼佛布施自己的，就给老虎布施自己的身体等等，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填饱这个老虎的肚子，就是给这个老虎吃一顿饱餐，其他没有了就是连这一点都舍去了这个自己的身体那样子的伟大的精神等等等等的，这些得叫做这个世俗的方面，这些都是从世俗的角度来说，布施忍辱持戒等等，这就是这个佛的世俗间的那些大悲心那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很多次。比如说佛的大乘佛法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我们大家在这个房间里的时候，一定要一个人从这个4楼上面要跳下去，要死的话那这个就是大乘佛法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这个时候就是一定要把每一个人都要主动的说，那就是我可以跳下去。然后这个不是嘴巴说，就是想比如说你们都不要跳下去因为你们有痛苦，但是我可以跳下去，我的痛苦来代替，把你们的痛苦可以我来提升，就是然后我这样子说那你们所有的人也就是这样子说，不是光是嘴巴说，而且真正一心一意的要这样子，能够发这样子的心而且能做得到这样子的话才是佛法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这个根本不是就是就做一点慈善的事业，比如说有些有灾难的地方去救灾然后就是有些没有吃的就给点布施
有些生病了以后就没有人照顾的时候，我们去照顾呀，根本不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刚才我讲的那些呢，当然是要做的。佛就是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戒律里面有一次，一个比丘生病了，没有人照顾了。没有人照顾的时候呢，他大便小便都没有办法到外面去，就是在这个那个病床上，全部都是这个大便小便，然后那个很脏很脏。释迦牟尼佛就带那个阿难他们释迦牟尼佛就进来了。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比丘，他的比丘就一见到佛就大家都很害怕的，很害怕。佛就说你不需要害怕，你把你的衣服给我来洗。释迦牟尼佛他那个很脏的那个衣服拿去，他亲手去洗了然后释迦牟尼佛就是亲自去照顾病人。我们的戒律里面要求那个慎重的医院的门口要写什么呢？就是要写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照顾病人的那个图像，就是要写那个那个是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帮助别人帮助他的那些弟子洗衣服不但是洗衣服，而且很脏的那些还有就是照顾病人这些就说明什么呢？这就是佛就是因为连佛都这样子的话，那其他的谁不这样子？他一定要这样子一定要这样子做。那这个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刚才我们讲的那些救灾还有那些布施等等，这个是肯定要做的。连佛都这么做，那这样子佛都这样做的话，那其他肯定是要这样做。但是真正的那个佛的大悲还不是这一点就是刚才就是在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关键生死的关头，在这样子的时候就是要奉献你们都不要跳，我可以跳下去有没有这样子的精神呢？其他的这些思想里面，那就是很少。如果有讲的话，也就是片面的，是片面的。佛就是为了所有众生这样子说的，不是为了人类不是佛，不是为了就是学我们的佛法的人才这样对整个生命就是这样的。那这是这个佛的，这是世俗间比较世俗的角度来说，佛的大悲是这样。然后呢在更广就更伟大的是什么呢？佛也不是很强调为了让众生吃得饱穿得暖就是解决一些这个事情，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很强调这一点。这个是要做的，刚才讲了，但是不是这强调的不是这个，强调的是什么呢？佛的意思就是也就让所有的众生让他们明白这个解脱的方法，让他们明白这个生老病死或者是这个轮回的真相，然后轮回的真相他们自己明白了以后呢让他们从这个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获得解脱，佛的最伟大的这个慈悲心就是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这个那么伟大呢？因为比如说我们一个人生病了，我们就照顾得非常非常好就知道这个他恢复健康但是这个帮他解决了什么问题呢？我们也没有办法，没有解决他永远都再也不生病了只是解决就这个时候这生病的时候生病的这个痛苦。那以后他再生病的话有没有办法呢？这就没有办法了。他特别就是他下意识生死当中，他生病的时候有没有办法这个照顾？没有了那有人就没有吃东西，然后给他布施解决他的这个生活问题的话呢，生活困难的话呢，那也就是只能解决一次了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很大的问题，他以后还是会有这种问题的。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那就是一个绝对的帮助绝对的帮助，绝对的度化是什么呢？就是让他明白这个生老病死，让他修心，让他自己走上这个解脱道这就是真正的
这就是真正的度化众生，真正的利益众生啊。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他永远都再也不会有什么痛苦了。他自己走上去，他自己获得解脱以后，他就彻彻底底的解决了所有的这些痛苦，所有的困难。这样子的话，就是解决了他所有的痛苦。这就是佛最伟大的慈悲心，这叫做大悲心。其他的这些世俗间的这些悲心呢，这叫做悲心，不叫大悲心。这个上面不符合用这个大这个字来形容，不符合的那些都叫做可以说是慈悲心，不能说大悲心不能说大慈悲心。大悲心就是佛的这个跟这个佛的智慧有很大的关系。这样子叫做这个大悲心，这是最关键的。那我们的菩提心就是这个大悲心菩提心就这个大悲心。那我们比如说基督教那些呢，他们就是在这个慈善方面就做的比较多但是呢就以慈悲的名义就是战争带来了很多的灾难，这样子也非常非常的多。那这个就很难说是一个绝对的慈悲心，这很有条件的，很有限的。那佛的这个慈悲心呢，他没有什么这样子的，他没有什么就是没有说为了佛法就是没有说为了佛法要征服谁要这个降服谁就前几天我们讲了，佛从来都不强调人与人之间战争所获得的胜利，他从来都不强调这个，他从来都不在，就是要为自己挑战，把自己的心、自己的相续调伏了以后呢，这个胜利就是佛最需要的，佛最强调的。这是佛最伟大的那个慈悲心，就是菩提，实际上就是菩提心了，就没有别的。这是这个佛的大悲心然后在这个大悲心里面可以分很多大悲心里面我们可以分六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不舍、忍辱持戒，这三个呢就是这个大悲心。然后呢那个禅定和智慧呢，就刚才我讲的那个智慧精进是两方面都需要的，两方面的助缘精进是两方面的助缘。这样子的话，这个智和悲这两个里面呢，就六个般若波罗蜜多也都包含了这六个字里面。但是我们简单说的时候就不能说那么复杂，如果说复杂了以后就失去了这个简单化了。没有简单，没有就有说简单，有说复杂，这样子就不太好理解。那就说最简单，就是可以说佛法就是智和悲，就这两个字了，不说多的。那这个悲里面呢，包含很多意思，比如说西方的那个宗教我们也不是诽谤西方宗教，但是西方宗教真正说的话，这个西方他自己非常强调的这个民主自由这里面没有了，这个宗教里面。为什么呢？一直都是有一个那个造物主，一个上帝在控制我们今天这样子，我做一个这样子的人，上帝让我做这样子的你们做这样子的也是上帝让你们做这样的我希望就像你们做你们这样子的人，我没有自由，因为上帝不允许我这样子做你们想做我这样子的话也不允许，为什么呢？上帝不允许你这样子做所有都是上帝的这个安排。这样子的话，这里面实际上没有什么说这里面就说透了，这里面没有什么这个民主，没有什么自由，全都是还是一个上帝在控制上帝还是一个统治者但是佛教里面它不是这样子，佛教里面它就没有这样子。佛就说我把这个解脱的这些方法这些路全部所有的方法就告诉你们了那你们如果想解脱的话，那你自己去修行，你如果不想解脱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了。佛也从来没有说我可以让你堕地狱，我可以让你上天堂都没有。所以这个佛法这里面就有佛法的这个自由然后那个大悲里面呢有佛法的自由，佛法的宽容，佛法的和平，佛法的平等
等等等等，这里面有很多可以讲的，但是我们就不讲这些了啊，就只能说只简单的说啊，佛教就是这个大悲和这个智慧和智悲这两个里面可以包含了，然后我们再简单的说这个的修法啊，如果佛法这个是这么那个啊，佛法整个佛法的精华是这两个字的话，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啊？就是在一座当中，我这样子就是在一座当中，或者1个小时当中，或者在这个位置上面啊，我有没有办法把整个84000个法门都修起来呢？这个方法有没有呢？有，这个方法有啊。那这个方法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修刚才这2个字啊，2个字怎么修？那说清楚一点的话，大悲心是我们知道就是菩提心啊。那证悟空性的智慧呢，它是我们前几天讲过了，证悟空性的智慧它是没有杂念的啊。那大悲心呢，它是需要思维的，大悲心就是需要思维的，空性是没有思维的，这2个矛盾的东西，2个矛盾的东西，我们怎么可以一个位置上同一个时间里面可以修呢？初步的就那早期修行的人，就是初学者，对一个像我们这样初学者的人来说啊，这个怎么样去同一个时间里面修这2个呢？首先是修这个菩提心啊，先修菩提心，然后把这个菩提心的修法我们不需要讲了，以前讲了很多了。先修菩提心啊，受菩萨戒，然后受了菩萨戒、菩提心以后呢，这个菩萨戒的阶梯就已经存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了啊，在相续上已经有了这个菩提心了啊，已经有了这个菩提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呢，这个菩提心修完了以后，菩萨戒修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讲，就是前几天讲的那个空性，就修那个空性。修那个空性的时候呢，这个正在这个进入这个空性的状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虽然没有愿一切众生脱离轮回啊、脱离痛苦啊等等的，没有这样子的思维。没有明显的思维啊，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大悲心啊，但是我们刚刚受了这个菩萨戒，这个菩萨戒它还没有消失，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了，然后现在就是我们把整个这个心进入这空性的状态的话，连这个菩萨戒和这个心一起进入了这空性状态当中啊。菩萨戒，什么叫做菩萨戒呢？菩萨戒不是一个物质，菩萨戒就是一个我们的心的一种状态。那心的状态，这个心的状态，它现在虽然没有明显的我一定要为了度化众生，我要发誓成佛，没有这样子的明显的这个念头啊，但是这个菩萨戒存在的。那菩萨戒存在了，把连这个菩萨戒和整个精神进入了这个空性的状态的时候呢，那现在我心就是进入了空性的状态了，然后心跟菩萨戒2个都进入了那个空性状态。我们不能说菩萨戒放在一边，然后把精神可以进入了这个空性的状态，不是这样。念菩萨戒和念这个经心2个都进入了这空性的境界当中。那个时候呢空心就变成了空心，就变成了这个菩萨戒了，菩萨戒就变成了这个空心那个时候呢，这叫做这个智悲双运这叫做智悲双运，这是智悲双运的初学者的真正的修法。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修的话呢，这就是可以说是84000法门的精华，在一个坐点上面，一个位置上面，同一个时间里面，我们可以修这个佛的84000个法门的精华这个具体的修法就是这样子。修法就我们现在不需要说别的修法了，只是给你们简单的说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我们那些修法具体修法都已经讲完了那现在我们把以前的菩提心的修法和前几天讲的空性的修法2个
合并了怎么样合并呢？这个本来这两个一个是需要思维的，一个是不能有思维的两个矛盾的东西但是就是刚才那种，那是吴谷光尊者说的，他说这叫做智悲双运，这叫做智悲双运，既是智慧又是悲心双运的意思就是，当我们进入空性的状态，当我们证悟空性，在证悟空性的境界当中停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心又是这个证悟空性的智慧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因为我们的刚刚受了菩萨戒，这个菩萨戒存在的，那这个菩萨戒它也就是跟这个空性的境界和无二无别了这样子的话，这叫做智悲双运的修法，智悲双运的修法。如果能这样子修的话，我们就不需要修其他的法了这里面所有的这个佛法都已经包含了，这就是真正的这个大乘佛法的精华，大乘佛法的这个最关键的这修法，这里面都包含了但是这个大悲心还是需要在这个前面还是需要出离心的。为什么要出离心呢？如果我们不认为这个轮回苦的话，轮回是痛苦的话呢，那我们对这些众生也不会有慈悲心。为什么呢？这个慈悲心呢，它来自于众生的痛苦。当我们发现众生很苦，轮回很痛苦的时候呢，在这个轮回当中流转的那些众生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慈悲心，那个来源就是这个众生的痛苦。那现在我们不认为众生那个轮回痛苦的话，那就没有这样子的那个慈悲心，没有慈悲心就没有菩提心了所以第一个就是这个出离心，然后出离心还有一个就是需求解脱。需求解脱呢我们发现众生很苦的时候呢，一个就是要让众生那个时候就是决定让众生获得解脱那个时候呢，如果要让众生获得解脱的话，自己也要解脱的，自己不解脱没有办法让他们解脱。那个出离心这样子的话，出离心的两个条件都具备了。这菩提心的前提是出离心那出离心是必须要有的，这是那个菩提心的基础那有了以后呢，就菩提心了。菩提心就有菩提心就可以受菩萨戒。我们以前也讲过，自己可以受菩萨戒。那有了菩萨戒以后呢，再修空心的话，这个空心和这个菩提心两个呢，就成为了就变成了那个智悲双运。如果有智悲双运的修法见解的话，这里面就是已经包含了整个大乘佛法的这个显宗和密宗所有的这些精华都这里面包括就我们过了这个无家心的关出离心和菩提心修起来了以后呢，然后就是要证悟空心那这三个都一个一个都做到了，出离心也修起来了修好了，菩提心也修好了，空心也证悟了，然后把这三个合并了，就是成为那个大乘的这个精华大乘的精华就是整个佛教的内容就在这个里面了。所以我们把修这个出离心菩提心，就是分开修这些出离心菩提心的这些修法是非常重要。每一个都分开修，每一个修法修完了以后呢，最后就把这些最后就是进入这个空性的状态，那个时候就把所有以前的那些出离心和菩提心都变成了空性的智慧了。那空性的智慧也就不像小乘的这个人物我的见解，那个时候空性的智慧也带有那个大悲心，大悲心也带有那个证悟的智慧，这两个都是就变成一体，一为一体这就是大悲心的这个修法那个智悲双运的修法这是修法。我们每一次讲一个理论后面要讲一个它的修法，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我们只知道一些知识没有具体的修法的话，那也不太好那这是这个佛法是这样子的。
整个佛法，我们简单的说的话，就是佛法的意思，然后佛法的整个佛法的修法啊，两个可以说的很简单，就这么简单。这里面呢，就所有的修法啊，所有的这个佛法的那个意思都包括了。说起来就这么简单啊，但是做起来的话，还是要第一个出离心，就是肯定是要人生难得呀，那些全部要做了。那菩提心的话呢，就是需要有菩提心，我们需要的是菩提心，但是要有菩提心的话，还是要有这个积累资粮，要积累资粮就是要修曼荼罗了啊，要清净罪业，就是要修这个金刚萨埵啊。所以这个外加心和内加心，我们从哪里走都要修这个法，就离不开这些法了。就是没有办法逃避这些修法了，这个一定要修。修了以后，这些关都过了以后呢，那我们就已经到达了一个很好的、非常好的地方了。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这个智悲双运的境界。那修的时候就这样修。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啊，简单的说佛教的真正的佛法是什么？这个因为很多人都不懂真正的佛法是什么，很多人不懂。藏族里面也有特别是这些藏族的那些除了这些那些出家人以外，就是在这些牧民农民这些里面就真正认识、真正知道这个真正的佛教是什么，那个就是很少。有些人呢认为这个修塔、修很多的这些经堂修这些很辉煌的那些寺院是佛法有些人就觉得就其他是佛法，但是这些当然是有善根，这些都是善事但是还不是真正的佛法。真正的佛法就这两个字。那我们以后学佛的话，就要学这两个字；修法的话，那就是要修这两个字其他就没有什么别的了。今天就讲到这里说那么的，他们只要是8年冬年，你别的呢，半学讲这个南街望龙这边做连着修。